你现在看到的是14级超强台风剑鱼正在以超强的风力和滂沱暴雨横扫中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万绿园的海边，目前风浪越来越大，台风把那个海浪吹起了2米多高。哇！据了解，超强台风剑鱼登陆时，风眼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超过210公里每小时，强风将会摧毁沿途的一切。短短数天，珠三角、海南岛、广西、福建沿海尽数沦陷。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今天看一下我家28楼一个情况，台风的一个情况。来，别说，这是阳台，现目前这旁边全部都是我的阳台上也全都是雨，旁边全是雾气。然后，对面大海已经看不到了。前这边你看一下，这个位置雾气往这边分散。有人说这是100年一遇的自然灾害，但在幸存者的眼中，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台风登陆的前一夜，广东沿海的村民们几乎彻夜未眠。由于台风即将登陆，中国又上演了新一轮的抢菜潮，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台风来了，要抢肉了，哦，一大堆人抢肉，卖肉都抢光了。台风来，那个肉都抢光了，都是人。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早知道昨天多买一点菜了，太夸张了，太疯狂了。你看现在这个超市，哎呀，都是买菜的。说好的10点、12点关门啊，10点半就已经把门口关上了，这些人也买菜的抓进来啊，买菜的抓进来啊，等他没菜买了。三亚就是这样子，不管台风是1级还是2级，不管多大，反正超市是全部清空。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台风天，直接全部卖光光。最成功的就是超市了。一位珠海渔民说，风太大，屋顶发出呜呜的怪声，我们一家人躲在客厅，窗户随时可能被吹碎。电视里只有一句话：做好防范，不要外出。可我们连去哪避难都不知道。这咋那样，妈呀！怎么办呀？与此同时，海南三亚也正迎来正面袭击，当地瞬间狂风暴雨，街道上的树木全部倒伏，停在路边的车辆被砸个稀巴烂。当局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全市启动所谓的史上最严5停1关措施。然而，这些冷冰冰的口号并没能给市民带来实质的安全感。三亚最强台风，整栋楼都在晃，谁懂啊？完蛋了，整栋楼都在晃啊！完了，逃难！哦，可以游泳了！现在已经升级到15级了，三亚已经在那个中心风圈里面了。这种还要在4到6个小时，这种情况，这样的风太可怕了。现在一直在晃，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走了。我不敢坐电梯，我不敢坐电梯。
受台风影响，海边巨浪直逼岸边，狂风骤雨袭击市区，大量树木被连根拔起，横亘在道路的中央。特别是在三亚基阳区亚龙湾旅游区，最大一棵被刮倒的树木足足有10米高，直径50公分，整个道路完全瘫痪。现在我们正位于三亚台风受损最严重的一个地方之一——三亚湾。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个直径将近半米的树干已经被连根拔起。这一次的台风呢，是三亚近10年刮的最大的一次台风。这边的街道现在是已经走人都走不过去了，你看树全部都倒了。现在这条路呢，是车是压根过不去，然后人的话只能像这个哥这样这么爬过来了。这树叶树枝全是被台风吹掉的，这一地狼藉，全是台风吹的。现在三亚台风今晚就登陆了，叫什么剑鱼？你看这树全掉了，都砸车上了，看到没有？哇！你无法想象，昨天三亚经历了什么。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每年都经历着台风，但这次的剑鱼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们小区的门口，现在都已经堵住了，出不来。此时此刻，大街上大树成片倒下，交通堵塞，大部分小区呢甚至还停水停电，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不少三亚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绝望留言，人在基阳区2个小时吓得心脏快跳出来，感觉门窗随时要被吹破。我在大东海，整栋楼同侧的玻璃全碎，我家窗户也被刮飞了。他们家的前面不保了，这是这家的，我家的房子也不保，这都是刚花钱刚修建好的，还没开始营业呢。这就是台风，妈的，房子都吹掉了。你看昨天这风有多大，这么厚的铁，都全部都能吹过来，就是这个物流站的全部打光光，把这边的车压过来了。你看啊，压到这边的车是最严重的。酒店里的人都被吓坏了，风声像鬼哭狼嚎一样，我们只能抱着枕头躲在走廊，害怕天花板塌下来。这一夜，三亚的海景酒店不再是游客的度假天堂，而成了风暴中的囚笼。过来！工作人员在抗台。我的妈！你这是不是打了？我看。完了！被你们家封破了都。你们家几楼啊？窗户怎么回事？10楼。10楼的窗户都被破了。然后我看到有一家人家带着小朋友多种情况，地下室走了，太可怕了。灾情发生后，大量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街道到处都是漂浮的尸体，以及被冲走的汽车，孩子在雨中绝望地哭喊。但很快，这些影片直接被删除。公安部甚至下达通告，那些未经我党证实的灾情信息，个人不得发布或转发，否则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有许多灾民只因为在朋友圈发了自己的家被淹了，就被警告删帖。这个台风啊，厉害喽！树也倒喽，都成水漫金山了。哎，风也吹烂喽，我的招牌又吹不见了哦。我的招牌嘞，看一下我的招牌去哪里了？太凶了，这个台风。你看，这个地方比较高，从来没有说下雨下暴雨会进来的，除非是漠南地进来的，还是台风进来的。现在随便下大一点，它就会进来了。水沟越做越小了，以前是1米要改50人。它不淹水吗？还说什么那个科学家设计的？这个排污系统真的是不行。这个是我们的游泳池啊，不，这个是我们的贴膜房。我的摩托停在哪里啊？哎呀，可惜了，老来这里开2圈啊！一位博主愤怒地说道：“在中共的眼里，不是人命重要，而是面子重要。百姓死了可以掩盖，但公开的数据必须好看。”于是，在新闻报道中，台风只造成少量人员受伤，这就是媒体常用的官方通报，报喜不报忧，更是中共一贯以来的作风。
可灾民却说，光我们一个镇失踪人数就高达上百人。台风越来越大了。哎，咋了？兄弟们，我刚刚差点交代在这里了。一片狼藉，我的天哪！早上8点，一场台风之后，三亚变成侏罗纪世界了。台风过后，我的天哪，这车全被砸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能不能过去了？有点像荒野求生啊！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都是啊，无一幸免。看看，这真是城市与森林呐，车都掀翻了，这台风太猛了。看看刮的到处都是的，我们洗澡的房子都没有了，净屁股洗澡吧，这回。冒油里了，要树都刮倒了，我们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次台风太恶劣了，直接从楼上破护栏而出，就给刮出来了。相当沉，这风力。在台风即将登陆的几个小时前，汕尾一座渔港，几十艘渔船还停在港口外，没来得及回港。狂风卷起巨浪，船只像火柴盒一样被掀翻。幸存的船员哭喊：“我们早就申请进港避风了，海上没法撑。”可港口管理的人说要等批文，结果几十条命没了。在深圳，一些工厂老板却下令工人台风不停工。一名幸存工人说道：“太惨无人道了，直到厂房屋顶被台风吹翻，工人才得以拼命逃生。那一刻，我们连命都不是自己的。”同时，停水停电也成了民众的家常便饭。现在我们小区已经停电了，据说这次台风是三亚10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台风。哦，我家也没电了。台风肆虐时，民众四处求救，有人打110和119向中共政府求救，电话那边始终无人接听。有人跑去镇政府，工作人员却说等上级通知。整个城市全是灾物，那树横倒击倒的，广告牌啊、红绿灯都倒了，四线房老房子有塌了，简易的钢材的棚子基本全飞了，新房子窗户基本都碎透了，有的家里边东西都全走了。我这个小区30%的窗干爆了，不像车玻璃全干透，基本上每层楼的玻璃窗都已经破碎完了，感觉就像被叙利亚导弹打了一样，破败不堪。大家看一下啊，40年一遇的最大的台风，这个是大菠萝啊，大菠萝2个门全部刮飞，啊！完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号门吧，给你近距离看一下啊，刮飞了啊，刮飞了。完了这个是楼下的夜市，之前有围挡啊，现在围挡全部刮飞啊。救援部队什么时候来，没人知道，但在央视和各大官媒的镜头里，你却能看到这样暖心的画面。解放军叔叔抱着孩子淌水前进，中共官员为灾民送上热腾腾的饭菜。一位老人对镜头说：“感谢党的关怀。”然而灾民揭露真相，那些饭菜都是摆拍的，拍完就收走了。整个厂都给淹掉了，早上到现在没有任何人过来送吃的。你看车子全部淹掉，你看到没有？只有自己爬出去找吃的。政府啊，出来啊，救人呐，救命呐！这水淹成这样子，大家都没活路了。现在开始游泳出去啊，要不然出不去了。搞个雕喽，辛苦啊！看看，都抛这么高，要怎么生活？又4大平台，又内减，减到没生意，现在又天要来收，还让不让活？人活的，还让不让人活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像伊朗一样，全部去寺庙那里拜佛算了，靠人家租住像算了。他们救人也只救能上镜头的。很多人被困在2楼、3楼，没人来救援，最后只能靠邻居自救。在广东惠州，一名母亲抱着一个孩子被困楼顶3天3夜，期间无人问津，直到一群志愿者冒险划船去接他，才得以逃生。他哭着说：“如果等中共政府的人来救援，我们可能早就死了。”
台风剑鱼虽然离去了，但留下的不是一片晴空，而是满地苍夷的废墟和难闻的腐臭味。这是南边海螺，这个大树级把这个小生物处理掉掉烂。台风过后啊，一片狼藉。哦，这辆车直接吹风，吹倒了，我操！你们看一下三亚的台风，觉得好大，这些树全部去倒了，受不了了，马路上的现在抢石头。在广西北海靠近海岸的整座渔村被冲走，只剩下残垣断壁。在东莞，积水淹没屋顶，汽车成片报废，商铺的货物全数尽毁。在海南，一些村庄完全失联，数百人杳无音信。那房子已经淹没了，前面那房子已经看都那铁皮都已经看不见了，马上就到我们这个房子了。那边是一条河，现在这水看吗？看船都满了，那边都满了，两边河中间围了一个小村子。灾民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水、粮食、药品和帐篷。可政府发下来的却是少量的过期方便面、几箱廉价的矿泉水，而且还要签字领取，条件是不得透露此次灾情的任何信息。三亚的台风剑鱼，你看把这么大的一个货柜都推翻了，这大货车看到没有？这车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啊！我靠！一位广西的农民愤怒地说：“我们田里全淹了，政府说一定会给农民进行补偿的，可最后一亩田只给几十块，这和打发要饭的有什么区别？让受灾的农民怎么活？”我实在太难了，没法活了，这啥都没有。我还有老公，我得养着，我还上学，我哪儿会弄病？打完学还没活完呢，完学更没活完呢。台风剑鱼是自然灾害，理论上我们是无法避免的。但为什么没有提前发布撤离计划？为什么没有统一的救援机制？灾情为什么被严密封锁？一位幸存者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们不是死于台风，我们是死于冷漠。如今台风过去了，天气放晴了，但灾民的日子并没有放晴，他们没有家园，没有田地，没有未来。他们的哭声被淹没，他们的遭遇被掩盖。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台风，这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政权对百姓的冷酷。为什么台风来袭前，政府部门不提前告知？答案很残酷，在这个体制里，百姓的生命财产从来都不是优先考虑。这场台风摧毁的不只是房屋与农田，还撕裂了人们对社会的信任。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当政权忙着维护稳定和面子的时候，百姓只能在泥水中挣扎求生。真的一朝打回解放前，你看我们的车全部都被砸烂，还有这个马上就要卖了，卖的也不贵，就卖8000多块钱，现在人家也不要了。昨天晚上那场风啊，三亚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我们这个院子里面所有的都是那些铁皮棚，满天飞啊！还好当时没有人在这里，要是有人在这里的话，基本上直接废了。你看在那些铁皮棚还挂在树上，看到没有？昨天晚上满天飞，飞的到处都是，把我的车基本上都砸完了。真的，一朝打回解放前，每年都经历台风，一年最起码都有几次台风，但是今年打在三亚的是三亚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台风剑鱼走了，但更大的风暴还在路上。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记录真相，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赞留言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因为每一次转发可能就是让更多人看清现实的契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